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故事精彩的话，也可以打赏请丽姐喝茶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可是这个月最劲爆的相亲案例，绝对让你们笑到肚子痛。说实话，我做婚介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剩女没见过？但这个30岁的小李真的是把天马行空4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。话说这个小李长相还算过得去，就是性格实在太飘。他的要求那叫一个高，高到连我这个见多识广的丽姐都忍不住要竖起大拇指。这姑娘不仅要求男方年薪100万，还必须得有车有房，最好还是985大学毕业，工作要么是公务员，要么是国企高管。我可不是来找个普通男人的，他跟我说的时候那叫一个理直气壮。我30岁了，不能随随便便将就。我心里那个气啊，心想，姑娘，你30岁了还这么挑三拣四的，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仙女呢？但职业素养让我只能笑着点头。这不，我给他物色了一个不错的对象，是个985硕士毕业的银行中层管理，长相也算端正，家境还行。见面地点选在广州天河区一家很有格调的西餐厅，人均消费至少得2-3千。没想到这一顿饭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这天晚上7点，小李早早就到了餐厅。他穿了一件价值不菲的香奈儿针织外套，化了个精致的妆容，整个人打扮得跟要参加时装秀似的。哇靠，这也太高调了吧！我在旁边观察的时候都忍不住在心里吐槽。对面的男生叫小王，长相标准到不能再标准的那种，戴着一副精致的眼镜，西装笔挺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知性干练的气质。他比约定时间提前了10分钟到达，彬彬有礼地跟服务员打招呼。等小李坐下后，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小李一开口就直接开始了他的考核模式。听说你是银行中层，具体什么职位，年薪多少？小李一点都不客气，开门见山地问道。小王微笑着回应，我是区域经理，年薪大概在45万左右。小李撇了撇嘴，哟，才45万啊，我还以为能到100万呢。银行的中层不是应该更高吗？这话一出，旁边的我差点没笑出声。合着你还嫌弃45万不够多？现在的姑娘胃口是真的大。小王依然保持着得体的微笑，45万在广州也算不错的收入了。小李开始点菜，那叫一个豪放。开瓶价值上万的拉菲，点了整整2只波士顿龙虾，还要了一份沙拉和几个招牌海鲜。服务员在旁边都快笑不出来了，这哪里是相亲，分明是来大吃特吃的。丽姐，你给我介绍的对象虽然长得还行，但这收入实在不够看啊。小李悄悄对我说。我真的快被气笑了。45万的年薪在广州已经算是中高收入了，你咋还不满意呢？饭桌上，小李继续发问，你有房吗？是全款还是贷款？在哪个区？小王如实回答，我在天河区有一套89平方米的2室1厅，银行按揭贷款。才89平方，小李直接嘲讽，我可是要求至少120平方，还得是全款。这一刻，我看到小王脸上的微笑开始僵硬，谁能想到一顿饭会变成这样的34？审讯34现场，就在小李穷追不舍地盘问小王的时候，服务员已经悄悄地将账单放到了桌面上。小王拿起账单，脸色瞬间变得精彩极了。哇靠！小王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张账单赫然写着20583元，2万多，就为了一顿相亲饭，这哪里是吃饭，简直就是抢劫。小李点的那些海鲜龙虾，还有动辄上万的拉菲红酒，简直是在当场表演花式烧钱。小王的表情从最初的淡然逐渐变成了震惊，再到最后的愤怒。他抬头看着小李，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，你是不是在耍我？小王语气冷静却充满寒意。小李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压根没意识到即将发生的风暴。怎么了？吃个饭而已。小王猛地站起来，冷笑道，这是饭托吧？我可不是傻子。饭托这个词在相亲圈可是臭名昭著，专门约男人出来吃大餐，最后让对方买单的女人。小李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个定义。你什么意思？小李终于察觉到不对劲。
小王生气地说，意思就是今天这顿饭我不会买单，你自己点的，自己付钱。话音未落，小王转身就走，留下目瞪口呆的小李站在原地，整个餐厅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。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社死现场。这个晚上注定不会平静。小李被晾在餐厅里的画面很快就在广州相亲圈传开了。哇靠，活该！我的同行们在群里嗨起来，终于有人制止这种狂妄的剩女了。我接到小李的电话时，他正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。丽姐，你看看这个男的怎么能这样对我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小李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凭什么给你买单？小李还在极力辩解，我就是想吃好的，有错吗？凭什么男人不能请我吃顿好的？你这叫39，吃好的39。我直接怼回去，2万多的账单，你当人家是慈善机构呢？事情很快在社交媒体上发酵。小王将整个过程匿名 PO 出来后，瞬间获得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和支持。这才是真男人，终于有人敢直接怼这种饭托了。底下评论一片叫好声，小李的社交账号被疯狂艾特。原本在相亲圈里还算有点名气的他，现在直接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柄。哇靠，真是太惨了。我的一个同事打电话给我，这个小李算是彻底在广州相亲圈除名了。谁能想到一顿饭直接毁掉了他的婚恋前景？更可笑的是，小李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，他还在继续抱怨，凭什么男的不能包？我长得又不差。不是包不包的问题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是你的态度和格局太小了。相亲是2个人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的过程，不是你单方面的索取。小王那边的反应更让人大开眼界，他将这件事匿名 PO 在了职场交流群里，瞬间获得了大量男性的支持。终于有人敢说实话了，相亲不是慈善。广州相亲圈因为这件事彻底炸开了锅，这件事情的发酵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。不到1周的时间，小李在广州相亲圈里彻底凉凉了。他原本在朋友圈里还算体面的形象，现在已经完全崩塌。各大相亲群开始集体拉黑他，不少婚介所直接将他列入了不可接待名单。你知道吗？我的一个同事跟我八卦，听说小李现在连相亲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最讽刺的是，小李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还在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控诉，男人就是小气，凭什么不能请我吃顿好的？但网友们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，一顿饭2万多，这不是吃饭，这是抢劫。30岁了还这么幼稚，难怪单身。小王那边的处理更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他将整个事件匿名发布后，不仅在职场群里获得了支持，还意外地收获了不少追求者的好感，这才是真汉子。有原则，丽姐我在婚介圈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决定给小李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约他见面，想跟他好好聊聊。小李，我语重心长地说，相亲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那不是一个用钱衡量一切的交易，而是2个人互相了解、互相尊重的过程。小李终于有点醒悟的迹象，他低着头小声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重新调整心态，我严肃地说，年龄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的心态。30岁不是生命的终点，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。最终，在我的指导下，小李开始了自我改造。他报名参加了形象管理课程，开始学习如何真诚的交流。慢慢的，他明白了相亲不是索取，而是给予。半年后的一天，我接到小李的电话，丽姐，我找到对象了。他兴奋地说，是个普通但踏实的工程师。重点是，他补充道，这次我学会了尊重。时间匆匆流逝，转眼间又是1年，小李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个曾经目中无人、肆意妄为的女孩，如今已经完全不同了。她和那位工程师小张组建了家庭。结婚的时候，我作为她的媒人出席了婚礼。看到她穿着洁白的婚纱，眼中满是幸福和成熟，我忍不住感慨万千。丽姐，小李悄悄拉住我，还记得我之前有多可笑吗？我笑了笑，傻丫头，重要的是你学会了成长。小李的故事在广州相亲圈传颂开来，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浪子回头的案例。
很多年轻女性都将她视为榜样，学习她如何真正的成长和蜕变。小张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工程师，在一家中型国企工作，年薪虽然不到小李之前幻想的100万，但胜在稳定踏实，他们的婚姻生活平凡而幸福。最有趣的是，小李曾经最看不上的普通生活，如今成了他最珍视的。我终于明白，他常对我说，生活不是攀比，而是经营。金字塔顶端的光鲜亮丽，不如脚踏实地的幸福。婚后1年，小李怀孕了。当她晒出孕检照片的时候，整个相亲圈为之振奋。曾经那个被群嘲的剩女，如今成了人人羡慕的幸福女性。她的故事成为了无数相亲青年的警醒和希望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当你放下过高的幻想，脚踏实地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幸福就会悄然而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吸引力不在于你能索取多少，而在于你能给予多少。婚姻从来不是交易，而是一场感情的投资。